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俄乌的战况一下急速的升高，现在俄乌的战场上飞弹齐飞，两边都用最大的火力、最强的射程去攻击对方。因为拜登在他卸任之前，没有想到弄了一个杀手锏，将本来美国已经承诺卖给乌克兰的这些所谓的1700亿的这些军援费用，现在在拜登卸任之前，你一定要全部给我送到乌克兰的战场上。他不但把这些货品送到了乌克兰的战场，他甚至将它上面的捆龙锁全部的拿掉。过去你只要是美制的武器，你都有限制，你在射程上有限制，你在射击的距离上面有限制，但现在这些限制全部都拿开，你可以打到俄罗斯的本土，你可以打到它最远的距离。现在 ATACMS 海马斯火箭弹，甚至包括我们欧洲的暴风之翼，全部开放。开放之后，现在非常可怕的是，在整个俄罗斯境内里面，16%的土地面，包括莫克斯科，都在整个暴风之翼，都在海马斯，都在 ATACMS 的射程范围内。当然，普丁非常火大，普丁说：“你们要这样搞是不是？你们要把它搞成一个世界大战。”现在也开始反击，现在也进行了一个最大规模的回击，等于说我用飞弹，我用无人机来炮轰基辅，炮轰整个乌克兰。现在搞到谁？搞到我们看到川普都非常紧张了。川普紧张到什么程度？他说：“泽伦斯基跟普丁赶快跟我谈吧！现在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危险了，这个世界已经接近了第3次世界大战。”我们看到，本来以为说年老痴呆，认为说做事非常平稳的拜登，没有想到在卸任的时候弄了这一招，完全吹皱一池春水。而吹皱一池春水之后，整个乌克兰的状况真的会变得难以收拾吗？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热大方首席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丽岛电视报董事长，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张宇轩，好。好，第4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好，第5位是我们特别介绍东森新闻的记者吕佳明，大家好。好，第6位是资深的体育主播张志平，大家好。好，待会儿呢，东海大学的政治系教授邱世仪也会加入我们讨论。好，我们本来以为说，拜登已经老人痴呆了，拜登已经没有行为能力了，可是搞了半天，他卸任之前搞了2个杀手锏，哪2个杀手锏？第一个是把1700亿的军事预算马上给我送到了乌克兰，送到乌克兰以后，你上面捆龙锁全部打开，打开了以后，现在 ATACMS 现在的这个海马斯火箭弹，现在的暴风之翼，它现在的射程，甚至你要攻击的范围，全部没有限制，没有限制了以后，让这个地方完全紧张起来，连川普都吓坏了。另外一个，他针对了中国，针对中国7纳米以下，你绝对不可以进去。对，本来想7纳米以下有什么了不起？你中芯不是可以做吗？没有想到，竟然让中国科技的短板完全现形。而且我们都说川普是个疯子，对不对？但是现在有人吓到这个疯子了，这是谁呢？这是拜登总统。为什么拜登总统？你想说他现在比川普更疯？对，他吓到了川普。为什么这样讲？你看这个时间点呢？这个拜登都已经要卸了，对不对？但是他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他现在怎么办？他现在打开非常多捆龙锁。第一个，1760亿要给乌克兰的这个军援，赶快全部都给我送过去。第二件事，他就说呢，我原本有给乌克兰的 ATACMS 这种陆军的这个导弹系统呢，我开放让你使用。你要打到俄罗斯本土，我不管你了，你要打就打多远就打多远，你要打到哪你就打到哪。这个可以打300多公里哦。这个如果你进入这个库斯克的话，这个是可以打到莫斯科附近的哦。好，那你讲因为这个拜登这样做之后，你看英国跟法国也跟进。他说呢，我给你的这个暴风之影呢，我也让你打。宝姐，这个暴风之影是560公里，所以这打进去的时候，真的可以震动到莫斯科。所以你这样下去之后，宝姐讲谁紧张了？川普紧张了。川普在他的 media 发了这个，你看。我特此呼吁，他用 Herbly 其实是有点紧张，我赶快call你们。他说我call了普丁跟泽伦斯基2个跟我见面，因为要结束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可怕的战役。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为止如此接近第3次核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停止杀戮，并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就是拜登这样一说之后，连川普都害怕。他之前不是信心满满吗？不是讲说他只要上台，在他上台之前不要花24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俄乌战争吗？对。就你现在告诉我说，现在接近第3次核世界大战。对，所以也就是说呢，目前为止这个所谓川普很担心第3次世界大战要爆发，赶快把他们叫过来，赶快跟我见面啊！赶快跟我见面，防止这个状况发生。好，那拜登下了另外他杀手锏什么？斩杀中国的 AI 发展，也就是说，他现在7纳米的 AI 芯片不能够给中国，中国的包括说 AI 的这个设计啦，包括电动车啦、无人机都受到很大的制约。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拜登连下2个
这个痛手来说，我们都没想到他要临走之前，居然连下这2招，打的俄罗斯跟中国歪歪叫的一个状况。而且中国之前是在吹牛说它的中芯已经可以做7奈米，而且这个7奈米已经可以量产，而这个7奈米已经可以放在华为的手机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禁运7奈米的话，中芯应该股价大涨，没有，中芯股价大涨2天，全部下跌，代表中芯完全被看破，它完全没有这个能力。而且现在美国不但是说我现在7奈米要把你禁止，现在14到28奈米也都可能禁止，等于说我对中国也是下了大杀招。对，好，那当然全世界现在最关心的是第3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啊？宝姐，那因为之前呢，普丁已经说了。普丁他曾经跟拜登说，如果你敢把这个 ATACMS 呢，让这个乌克兰可以打到我们本土的时候，这就是跟我们俄罗斯宣战。对，等同是我可能会把这个整个这个战事升高到核战争。就没想到，你看，连他们俄罗斯的这个上议院的这个国际事务委员会都说，这是朝向第3次世界大战非常重要的一大步。所以你看，双方现在俄罗斯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你真的逼我上梁山啊！所以他现在变成这样。不是，我等会就问了一个朋友说，难道拜登不怕吗？他说拜登有什么好怕？现在的烂摊子又不是他要收拾。对，好，那我跟你讲嘛 ，ATACMS 可以攻击350公里以上，那这个暴风之翼可以打到500到500公里以上，所以这2个武器对俄罗斯相当压力大。那你看泽伦斯基反而他开始有点他说打击从来不是透过言语进行的，这些事情并没有正式宣布，但飞弹本身会说明一切，他们肯定会。飞弹本身会说明一切，他真的也有可能真的会试试看来打俄罗斯。泽伦斯基下面又不敢的。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战争真的往上提高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高。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刚才不是讲吗？川普阵营的人跳脚啊。川普的长子就说：“我们本来要结束这个军工复合体，就没想到你在我父亲要有创造世界和平之后，拯救生命的时候，结果没想到要让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说：“该死的白叉！”他这样骂。另外一个川普的另外顾问就是说，在他离任之前，战争会升级。你说拜登在他离任之前将俄乌的战争升级？对，好，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如果以这个目前为止的射程范围，这是乌克兰的本土在这边，本土在这边，好，那如果以这个300公里来说，大概可以射在这个范围之内，但如果能够射到500公里，就暴风之翼来说，你看莫斯科了，涵盖了莫斯科，那你只要我跟你讲，如果你只要推进到，譬如说我推进了几公里之后，300公里，其实 ATACMS 搞不好也可以打到莫斯科，对，所以等于是暴风之翼。还有这个 ATACMS 呢，接下来有一段时间都可以瞄准到莫斯科。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光是这2颗飞弹，它所瞄准的这个射程范围里面来说话，大概有245个俄罗斯的军事基地都在瞄准的范围，而且俄罗斯在20%的领土都在这2颗这个飞弹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你看，普丁现在，我觉得他真的是 talk more ratio，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最恐怖的武器全部都弄出来了。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吗？他现在有一个巨龙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就是我的无人机上面，我后面还带着这个所谓的锁，这个锁看上面是有火药的，那个就这样嘛，我就整个等于说造成整个面上面的燃烧。是，现在不但是说我的巨龙无人机，我也开放了，是我的远程飞弹我也开放了，还有我的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极速弹，我也开放了。对，没错。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美国给这个乌克兰有2款所谓的 ATACMS， 一种是极速飞弹，另外一种是爆炸弹头，另外2种这样的一个状况。好，什么叫极速飞弹？你看，这就是极速飞弹，它打过去的时候是整排这样，叭这样。它用这个 ATACMS 发，你说 ATACMS 是可以打极速弹的，然后就装在上面的时候就这样打过去。另外一个是什么？它还有另外一个叫这个 M30A1 的这个卫星指导的火箭弹，你看打过去就是这样子。打过去就所有地方都完全是寸草不生。你说这个就是极速弹造成的结果？对，那就这样打过去，这样打，然后你看这车子最后就是这样一颗一颗。哇，这里面这就是这目前为止他给俄罗斯的这个武器里面啊，给乌克兰的武器里面，你要用就尽量用。所以呢，你看，包括说之前你看就用海马斯当这个载台，那就发射各式各样的，装上各式各样的这个弹头，这样打过去。所以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我很多包括这个乌克兰都希望说，这个 ATACMS 可以攻击俄罗斯本土，再加上说暴风之影飞弹之后，这2颗飞弹可以扭转目前为止的局势。你说现在这个弹头，对。拜登全部开绿灯了，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接下来的俄罗斯来说，真的感觉到相当大压力。那拜登也太疯了吧！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拜登在最后阶段也有个大招，都是砍向了中国，砍向中国以后，7奈米全部，包括我们的台积电7奈米你绝对不可以再卖到中国去，不能卖到中国去以后，连俄罗斯的媒体都讲，
你现在的中国只剩下古老的晶片了。没错，是目前为止来说哈，拜登说7奈米以下的 AI 晶片不能给台积电生产嘛，等于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 AI 晶片完全封住了一个情形。那连俄罗斯都说了，你们只能够拿到一些古老的这个晶片，就这样，中国遇到大麻烦，所以你看连俄罗斯都这样说。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原本呢一开始封锁住这个台积电7奈米的时候，你看这是中芯国际的股价，它一路还往上冲哦，但这几天往下掉回到原点，也就是说，人家原本希望说，可以国产化，对，但是后来发现他说不可能国产，你做不出来，所以就没办法，所以股价又往下跌的一个状况，甚至连这个习近平的国师啊，这个过去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学者金灿荣，他就说什么？因为台积电配合这个美国的这个动作，所以他说现在看起来啊，台积电就是排毒的本质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他们开始在攻击台积电，说你怎么可以配合这个美国的政策啊？所以等于是打的这个让这个中国哇哇叫的一个状况。刚才讲到这个这个7奈米都有点打到了中国的气势，他非常清楚确定你现在完全没有办法7奈米的量产，你也没有办法这个商业化。而且现在不是只有7奈米，现在更传出来说，接下来14奈米，对，28奈米，是你现在不是说我现在晶片不给你了，因为那个中芯都可以做了，对，我要将生产14奈米、28奈米所有的原料、所有的材料，我也要进行限制。对，没错。你看为什么对中国很伤吗？宝杰，那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川普已经决定什么？把特斯拉所有在美国的所有的你要自驾车的监管全部放开，所以等于他未来要强力的发展 AI， 但是反过来他封住中国的 AI， 百度汽车啦或者阿里巴巴你要发展 AI， 我都给你封了死死的，那你更不用讲，你的 AI 晶片根本做不出来，然后加上未来这个川普上台，不是只有针对7奈米哦，搞不好他会更往上延伸到14奈米，或是更往上到28奈米的时候，那对中国的这个产业来说，可以说是真的是完全毁灭的一个状态。好，宇轩，我们常常讲世事如棋乾坤某见，本来以为说，当川普上任之后，川普最信誓旦旦讲说，我只要上任，我只要24小时，我就可以解决俄乌战争，然后呢，这个世界就会太平，就没有想到，在你讲说你要24小时解决这个整个俄乌战争，拜登做了一个什么事？拜登就把这个捆龙手拿掉，捆龙手拿掉了以后，就给了泽伦斯基最好的机会。泽伦斯基当然我能打多远就打多远，我能够打这个多强我就打多强，结果两边情势瞬间升高。本来跟人家讲说凶惊无天良，但是无天良，佮加一个人就心经无正常。现在呢，我们讲乌俄战争，整个双边都已经杀后呢，打到都疯了。宝哥，你知道你现在看到了这个什么交叉密布的这是什么吗？不好意思，这就是双方所射出来的飞弹以及无人机有来有往，天罗地网，密布成这样子。现在打成这个样子，对，而且你以为只有乌克兰在打吗？没有，俄罗斯一样，无人机一天，宝杰哥派出了他这一阵子已经派了140架，而且我们都还没有计算说当中发射的火箭以及相关进程的飞弹，已经完全的炸疯了。这位各位宝杰哥，这就是你看到的，你知道这在哪里吗？这是在乌克兰境内，而且发射的是谁？你知道吗？俄罗斯，他等于就是我也不是要打你军事设施。反正呢，我现在手边有的所有的无人机，我也炸，我就打了。对，你看到那个是婴儿床哦，民宅它也在炸。反正我能够发的，我范围所及里面，我全部都狂轰滥炸。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清仓大拍卖啦。我知道你现在Joe Biden 跟我讲说，你1000多亿即将要砸过来，对不对？你是用钱要砸在我脸上而且你跟我讲说，你包括远程的这种导弹系统、飞弹系统，你都要开放了。那我俄罗斯跟你客气什么？我当然是跟你全面轰炸嘛。而且他炸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军事设施。是基础的能源设施，包括我们讲的基辅，包括敖德萨，包括第聂伯，包括我们讲的克罗这个缅丘克，全部，反正你只要跟能源以及相关的水力发电厂，我通通都轰炸。所以各位，你现在看到有没有看到水突然间冒出来，然后乒乒乓乓，乒乒乓，有没有看到？突然说哇，怎么炸了？对，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炸你的水力发电厂。所以现在呢，我们讲的，当然你以为乌克兰是吃素呢？不是，乌克兰也确实有成功到拦截到。我先讲俄罗斯到底打多少，来。第一个，俄罗斯导了所谓的耗死的超音速飞弹、匕首飞弹啊，伊斯坎波坎德尔弹道飞弹啊，总共林总总。宝力哥，你看这张表，吓死人！这个是什么？这是所有俄罗斯打出来的飞弹、无人机以及火箭。就这么多，他全部把它露出来，这个是100多枚，对，他就这样。但是我们这2天打这么多，对，2天就打这么多。但是我跟你讲，看一个画面，乌克兰也不是吃素的，为什么？他打了将近快要180枚，甚至到200枚，但是乌克兰拦下140枚，为什么他要拦下来？你看一个画面就知道。140枚，对，你看一个画面就知道了。你就看那画面，你想说，宇轩这画面怎么很像流星雨，你知道吗？他就咻咻咻咻，就把那个你看到没有？你看我不讲，你会以为是缩死哦。
很像什么流星雨缩时那个影片哦，有没有？就他那个不断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一直往天空射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们防空火力也一直在进行。所以我们讲的，连泽勒斯基都讲说，哎呀，感谢 F-16啊，感谢我们的火力小组啊，电灯设备。因为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哦最擅长还有一个叫做猎豹。那猎豹这是什么？防空机炮。叫做它是一个我们讲移动式的类似战车这种，但是它对于这种无人机的防范以及这种短程的这种飞弹防范非常有用。宝德哥，你现在看到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乌克兰一直在发，所以等于说你以为它是天空上一直来一直炸，是不是？也不是，我用交叉火网。对，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刚才各位再看一次第一张这个，有没有看到？为什么会这么密布？等于就是我这边有没有从这个俄罗斯不断的这样打过来？但与此同时，我乌克兰我的防空火力也是不断的跟你轰炸嘛。但为什么现在？你只要学过防御的都知道，在防御的时候，你如果有50机枪，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这个敌人在哪里，大概就是彼此交叉，一边30度，一边30度。我跟你讲，我如果拿到机枪，我根本不用管，我就叭，我只要在空中形成火网，就这样。就像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对，宝德哥，你那个讲是勾炸，那代表是你还要手动去开那个机枪。现在不是，我刚才讲那个猎豹系统，对不对？它是自动的 AI 的，它等于是有一个那个天线在那边一直转，对不对？然后只要有无人机飞过来，有导弹飞过来，它就叭，它自动巡航了嘛。的确是要人驾驶，但是拦截这个部分呢，它是有办法，所以你才会各位看到这画面。但我跟你讲，为什么俄罗斯那么两公？因为乌克兰也不是吃素的。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极速弹，对不对？宝德哥刚才没讲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极速弹是火箭。火箭可怕在哪里？一个海马式系统总共可以发6个火箭，也就是我们刚才讲 N30A1 那个系统。但是这个6个火箭可怕在哪里呢？可怕在于说，它每一个火箭里面，宝德哥你知道吗？有18万颗乌珠，18万颗。所以你知道那打什么的吗？不是拿来打坦克。打人的，我的弹专门来打你这些人肉嘛，所以想想看哦，当那个极速弹，刚才看到它的画面，不，你要炸下去，你想想看，你如果是人的话，不要讲车子，你人当场都血肉模糊了嘛，所以车子才会变成这样。而且你知道他们是拿来炸哪里吗？炸我们讲的红军村，也就是防守的。我知道你乌军一直在攻击我嘛，你有士兵想要奋勇杀前，宝德哥，你现在看到哦，这全部都是一个一个俄罗斯的士兵哦。他们在红军村附近哦，你看他刚躲到树丛里面，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就马上就直接炸裂了。你想想看，刚刚是6、7个人进去哦，你看哦，一个有没有？现在外面炸，然后他们想说我们躲到树里面安全了，结果又再度被炸，而且不只是这样，根本就是修罗场。为什么？我们就讲库斯克这个地方，库斯克是不是我们讲北韩派了非常多的士兵去？我们就举一个画面。有一个北韩士兵，他就躲在那个树丛里面，一样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果没有想到一台无人机直接飞到他头顶上。宝德哥，那画面有够残忍，为什么知道吗？他是有一个伙伴已经脚先被炸伤喽，然后他把那个人把他拖着，然后2个人就躲在树丛里面哦。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那个无人机在上面看，就等你去救人，然后一枚飞弹就这样，对，就这样从天而降，然后炸完之后，你看哦，旁边的那个北韩士兵看到那画面，发抖了，你看他的手。他手一直抖，你看吓到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躲在树丛里面，你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抬头看全部都树叶，然后飞弹就不断的下来，然后你的抖成这个样子，当然了，你就看着俄罗斯的大兵在你面前炸得血肉模糊，请问一下，你们能不害怕吗？那你知道，包括我们讲的暴风之影，包括我们讲的海马式增程型的 Attack， 只要增程型的导弹，它可以打到哪里？可以打到莫斯科近郊，甚至你只要再往前一步，可以打到莫斯科本土。那请问，如果打到莫斯科本土的话，那会发生什么状况？那普丁就有条件、有理由说发动核武了。对，所以到时候一发不可收拾嘛。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当拜登透过这种军援的方式，甚至激励的方式，甚至说我们现在全方面解除你乌克兰爱用子母弹、爱用远程攻击、爱打哪就打哪，那你想想看，你要是川普，你不会心慌吗？我承诺说大家我会保证一个和平，结果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开始这种血腥 party 都已经打到乱七八糟，所以各位你就知道，现在乌俄战争还没完。不是，本来我们觉得全世界最疯的谁？最疯的是川普，就没想到一个卸任的总统，他才是最疯的。拜登最疯，最疯！你跟他讲，我把武器赶快给乌克兰，而且把限制全部没有了。另外，你说现在竟然要求7奈米，7奈米台积电绝对不可以再卖给中国。本来以为说中心想我可以做7奈米啊，我可以做7奈米，这个市场就我独吃我就涨了，没有想到。最后它大跌代表什么？它根本没有能力做7奈米，而你说现在美国的要求不会只有7奈米，接下来会在14奈米、20纳米的所有的材料、所有的设备对中国进行管制，这才最恐怖。所以拜登有多疯会让你支付宝的钱会不见了，再来让你腾讯看不到影片，早上用滴滴打车叫不到车，因为全部都会宕机。所以拜登是一步一步的打，而且打。所以你说我表面上打的是一个晶片战争，事实上。整个中国现在的生活会大乱，对，让你早上搭不到车，腾讯看不到影片，都会宕机。我们知道上个礼拜不是双11会宕机吗？其实这1年来，中国一直都出现这样的宕机，早上
滴滴打车会全面，因为太多人用了。但是中国的伺服器有问题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拜登是一步一步的在打，从一开始打华为，让你通讯设备会有问题，你要自己想办法造嘛，找中兴道。再来你找中兴没有关系，我把你中兴也打，半导体设备买不到嘛，你要怎么造14奈米、7奈米？打完之后，我再让你买不到 NVIDIA 晶片，你的伺服器会越来越糟，你很容易宕机。现在开始打。我连你 AI 晶片我全部都打，而且我一次要求什么 TSMC、Intel、三星7奈米以上，现在可能扩大14奈米，对，我全部都不准卖 AI GPU， 只要跟中国以后你要运算云端的，不管你是无人车，你这些购物的或者是线上支付的，你都用 AI 伺服器。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双11的时候看到了中国那天早上最大的新闻是，它 run 不动了，它一直的故障，我已经缴费了，缴费了以后完全没有这个所谓的定案。那大家觉得说，以前你不是最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这个数据吗？你不是最厉害吗？怎么你现在你的整个资讯量已经减低了，你的东西还一直故障？就你说，现在不是阿里巴巴一直故障，不是现在淘宝一直故障，是它现在很多的设备都在故障。为什么这些设备故障？因为它的背后就是晶片，后面就是数据，后面就是云端。现在慢慢出问题了，所以蔡崇信自己也说嘛，这其实晶片短缺是一个大问题，所有的中国公司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用的其实是库存，所以 AI 技术是比美国落后大概2年。如果美国不给他中国高阶晶片，短期、中期确实影响阿里的业务云业务。所以现在不是阿里巴巴、滴滴打车、腾讯最近都常常宕机，所以美国是一步一步的在打，而且一步一步的逼你，你的弱点哪里跑出来，美国就开始打下来。所以你知道，开始宕机的时候代表什么？一步一步都出问题了。所以阿里巴巴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就是你的晶片不够稳定，你的大数据如果不够，你的超级电脑预算不够稳定，你就随时出状况。所以短中期确实都会影响阿里的业务嘛，所以他要想尽办法自己做嘛。可是问题出在哪里？美国也是知道你要干嘛，所以一开始就开始限制了。所以这一次7奈米一下去，又开始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马上 GPU 业者就要搬家，所以拜登每一次打还真的很疯狂。你看11月7号，中国香港做 NVIDIA GPU 晶片的，马上要跑去哪里？赶快搬离中国到新加坡上市，印尼去搞生产。而且你讲说，现在不是只有7奈米。它现在等于说，你包括14奈米、28奈米，那你讲说14奈米、28奈米，现在中芯不是可以做吗？但你中芯要做14奈米跟28奈米，你还是要国外的设备，还是要国外的材料，还是要国外的这个零件，它现在要把你全部卡掉。所以我们看嘛，华为的 Mate 70问世了没有？还没有问世嘛，11月底才要上市嘛。结果上市说出什么？要用旧的晶片，因为最新7奈米的只有高端的才有办法供应，其他的只能用晶片。为什么？因为美国一封锁，一战一战打下来之后，你连14奈米甚至更成熟的制程，你其实很多晶片还是做不出来。美国还发现，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拜登卸任前还要打台积电的7奈米，是因为他其实还发现中国像这个必任科技，就是做阿里巴巴、支付宝的 AI 伺服器的晶片，做伺服器的，还是用7奈米，还是用台积电。还是在台积电投片，这个木犀穗源科技，它还是降级。美国其实都看在眼里，《金融时报》也知道，路透州都知道，他们还是偷偷在台积电投片。所以美国是，所以我虽然不能卖给你华为，我虽然不可以跟你中芯合作，虽然不可以卖给阿里巴巴，不可以卖给你腾讯，可是我透过必任，我透过木犀，我透过穗源，我还是可以拿到你台积电的晶片。对，所以美国都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要干嘛？就是再把它打下去，让这些小黄人勋们一个一个都会被打倒，所以让这些人培养出来之后，这就蔡崇信说了，中国要自己造嘛，所以隔了12个月后，这些开始慢慢跑出来之后，拜登再怎样一次出手，让你全部不能做，而且不是邀请台积电不能做而已，Intel、三星也都不可以做，所以一下子中国。你以后是真的伤筋动骨，你以后要找晶片都没有了，你只有古老的晶片还可以用了。好，所以现在《金融时报》就讲了，包括阿里巴巴、包括必任科技这些所有东西，你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只有降阶处理了。对，降阶处理。再来，中芯有没有办法做？如果你用中芯的晶片，做不了，因为中芯现在光华为的手机都供应不了了，所以更惨的这些小黄人勋们全部都要搬离中国，或者是赶快上市去捞钱，因为接下来他们都知道灾难要来临了，这些要冲刺上市，为什么要骗100亿？因为拜登接下来出手，就是他们要倒霉了。好，所以不懂。当然讲的，台湾也不能置身事外。台湾今天有个新的新闻是，
我们现在已经交出来了，明年的国防采购，光是跟美国要买军购，竟然要7000亿。对这个消息啊，越来越确实了。我认为说台湾应该私下跟这个川普的当局有开始很多接触。但是7000亿是什么东西，有很多说法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最近一些比较确实的消息啊，我认为2项产品啊很有可能能够取得了。第一项产品呢，你绝对想不到的是传统式潜舰。第二项产品是什么？我们可以拿到潜舰，就是赖清德总统讲过啊，他编的7艘潜舰预算嘛。当时我觉得奇怪了，你编这个干什么呢？对，因为你那个海空号做不出来啊，到底是听说要外购嘛？对，那美国你只有美国有可能卖我们啦，其他国家都不敢卖，都挡不住中共的压力嘛。那川普要卖潜舰，川普没有东西卖啊，结果我发现什么事情？这前2天发生的。川普打电话给尹锡悦啊，这是跟尹锡悦有什么关系？尹锡悦的大宇集团呐，叫韩华造船厂，对，买了这个在费城的一家船厂100%持股啊，他们大量的把他们的这个准备造船业投资在美国啊，对，这没有问题啦，他可以做传统式潜舰的。大宇会做潜舰，大宇好的不得了，大宇现在是全世界排名前4名的军火商哎。军火供应商啊，然后我说韩国啦，韩国现在全世界第4名了。然后第二个很简单，前年以前呢，在2年前，全世界第1大的造船工业是韩国，然后第2大是中国。那现在前2年被赶超了，目前中国是第1名，韩国第2名。对。但是如果韩国跟美国合作的话，那这个产能加起来的话，是全世界第1大了。对。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嘛，我们从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我们知道美国的工人非常懒惰嘛，不可能说川普4年内可以把这个产业兴盛起来，不可能啊。他这招可以哦。然后第二个，他的神盾级的周世奇的这个提纲夺楼加，这2个加起来的话，如果台湾能够取得神盾级的这个驱逐舰，再加上7艘潜舰的话。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我觉得北京一定是要讲，一定疯掉了嘛。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越来越可能实现。为什么敢编预算？而且以前川普卖武器给台湾都是卖真的，他根本不管你啊！他现在都有东西可以卖啊，对不对？7艘潜舰，1艘大概200亿台币左右嘛，对不对？它的价钱又比我们做的海空号便宜多了嘛，所以他编的，所以在这个赖总统来讲的话，他刚好乐得轻松啊，所以编7000亿哪里有问题的？这钱不是台湾的问题，是武器获得才是台湾的问题。买不买得到？那碰到一个川普，刚刚好他就干这个事情，对，而且这个就帮助了美国的造船业的兴盛起来啊，刚好韩国去投资。这整个事情就完全搭配变成完整的故事啊，所以我刚刚讲的台湾的编的预算，其实在你的第一关是跟美国的这个购买这个军购的问题，然后直接影响到美中关系，然后给美中关系影响完了之后，就影响到俄中关系，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就影响到，在这个整个全世界一盘棋当中，台湾这个关键的7000亿的预算，其实就是整个杠杆的支点。邱老师，这次大家注意到说，在 APEC 里面，习近平的态度比过去软弱很多。连他碰到了日本的首相，姿态都比以前软，他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对，习近平这一次为什么突然变这么软哦？因为第一个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产能过剩，然后整个这个消费是很疲弱的，所以他整个经济搞到他已经快不行了，然后一堆烂尾楼。你说他这次真的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他在之前等于也是在 APEC 的场合里面，他碰到安倍晋三，你看到没有？安倍还要跟他示好，他眼看都不看。就这次石破茂，石破茂在整个日本内的权威跟安倍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你看到没有，他去直接的想要跟石破茂示好，就石破茂反而是看都不看他一眼。对，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也知道说他现在势不在他那边，实力也不在他那边哦。虽然说他这个共击老台一直在弄，事实上这一次习近平跟拜登在谈的时候，拜登就跟习近平直接讲，你不要这个共击，不要再一直绕台湾。所以习近平知道说他现在这个面子挂不太住。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最爱面子哈，什么饭可以不要吃，面子不能不有。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人爱面子，里子可以放；美国人反过来，美国人是要里子，面子还好。可是我告诉你，川普不一样，川普是面子里子都要。那有些人说拜登是面子里子都丢掉，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 APEC 会议，你会发现习近平从一个战狼
变一只小猫。那很简单嘛，因为你自己本身国内的这个经济实力也好，包括你的政治实力可能慢慢也都被削弱。那你国外呢，你会发现来了一个川普，已经不再是贺锦丽了哈，来了一个川普，然后呢又联合上这个整个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哦，甚至连北约，他们都重新要立正站好，开始要重新接受一个新的川普秩序的这个指挥。那你看川普现在的新的这个内阁团队里面，短8天里面任命了12个，你就知道川普是来真的，不是来假的。